我放在玄关的拖鞋，每天早上都是鞋尖朝里的。上周二我发现这件事，加完班凌晨3点回家，累得直接倒在沙发上。早上7点闹钟响，我起身去卫生间，脚伸进拖鞋时，脚趾顶到了鞋尖。我低头，深蓝色绒布拖鞋，鞋尖正对着客厅。我盯着看了10秒，然后穿上去刷牙。可能是我记错了，或者半夜起来上厕所穿反了。虽然我不记得，我是独居，住这个70平米的2居室3年。玄关很小，1米宽，一个简易鞋架，2双常穿的鞋，拖鞋就放在地垫上，灰色地垫 Welcome 的 O 磨得快没了。一整天我都在想那双拖鞋。下午开会，项目经理讲推广方案，我没听进去，在想是不是梦游，查了手环睡眠记录，正常，没有半夜醒来的记录，但我得验证。晚上9点回家，特意注意拖鞋位置，鞋尖朝外，正对着门。我换鞋，整齐摆回地垫，鞋尖朝外。从背包拿出闲置的摄像头，架在鞋架隔板上，镜头对准地垫，连接手机，设移动侦测。那天晚上我睡得不好，每隔1-2小时醒来，看手机监控画面，拖鞋都在原位。凌晨4点最后一次看，静止。早上7点闹钟响，我抓手机开监控，拖时间轴到6点，无移动记录。6点半，无。7点整，拖鞋还是原来的样子。我松口气，起身走向玄关，走到一半停住，拖鞋在那儿，深蓝色绒布，鞋尖朝着客厅，整整齐齐，鞋跟贴墙。我快步回卧室，抓手机，拖时间轴到6点59分，画面显示6点59分30秒，鞋尖朝外，点击播放。7点整，拖鞋动了，慢慢转动，像有人穿着它们原地转身。鞋跟抬起，左转180度，落下，过程不到3秒，无声。画面里没有脚或影子，但我看清了转动的瞬间。深蓝色绒布上浮现出一个小手印，浅灰色，孩子手掌大小，指腹位置有点暗红痕迹。我呼吸停滞，这手印我认得，童年吴昊手被树枝划破，流血，他用脏手摸自己的深蓝色拖鞋，就留下这种印子。那天我抢他弹珠，他追我跑，手掌蹭在树枝上，血珠子滴一路。我盯着监控手印，浑身发冷。更甚的是，拖鞋停下时，鞋尖朝客厅，正对沙发，像有个看不见的孩子穿着拖鞋坐在沙发上，盯着我的卧室门。我把手机扔床上，向他烫手。不可能的，20年了，手印早该洗掉，就算没洗，也不可能出现在我新拖鞋上。我走到玄关，蹲下细看拖鞋，深蓝色绒布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用手摸，干燥柔软，无污渍。我开手机重看录像，7点整，手印清晰出现在鞋面，持续5秒，慢慢淡去，像被擦掉，但现实拖鞋上什么都没有。摄像头有问题，或者我眼花，压力大，睡眠不足。我翻看鞋底，干净，放回地垫。这次没特意摆方向，随意一放。站起来去厨房冲咖啡，手抖，热水洒出一点，烫到手指。那天我没上班，又请假。我坐沙发，盯玄关拖鞋，阳光从阳台照进，客厅地板画出明亮长方形。一切正常，正常的让人不安。
我决定彻底清理玄关。也许地垫下有什么影响磁场或摄像头位置。挪开鞋架，掀起地垫。地垫下有一颗弹珠，玻璃的，发黄，里面彩色螺旋纹路模糊，表面几道裂纹。我盯弹珠，一动不动。我知道这是什么，吴昊的弹珠。他攒很久零花钱，小学门口摊子买的，一共2颗，一颗蓝螺旋，一颗红螺旋。他说是宝贝，从不让人碰。那天下午，雪刚停，阳光刺眼。楼道碰到他，他手里攥2颗弹珠，对光看，彩色纹路在阳光下旋转。给我玩玩，我说。他摇头，握紧，就一下。不行。他声音小，你会弄丢，小气鬼。我说，不给我玩，以后不跟你玩了。他犹豫，他知道我朋友少，他也一样。我们常一起玩，因为没人跟我们玩。就一下，他松手，递给我，我接过来，对光看，确实漂亮。我想占为己有。我们玩个游戏，我说，你赢，我还你，我赢，给我。什么游戏？看谁先跑到院子那头。我说，你穿拖鞋，我穿运动鞋，让你5秒。他低头看自己深蓝色拖鞋，不公平。那算了，弹珠归我。不行。他急。好，跑就跑。我们走到楼道口，地上有未化的雪，滑。他穿拖鞋，走很小心，只被我喊跑。他冲出去，拖鞋在雪地上打滑。我看着他跑出10米，然后我转身就跑，朝相反方向。你骗人！他在后面喊。我没回头。我跑上楼，跑进我家，关门，心跳很快，不知是因为跑还是因为偷东西。我把2颗弹珠藏进抽屉最里面。后来发生什么我记不清，只记得晚上听到楼下哭声，救护车声。第2天听说吴昊摔倒，头撞茶几，没了。我没还弹珠，没告诉任何人那天下午发生了什么。我把它们藏抽屉里，藏几个月。后来搬家弄丢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。但现在，其中1颗躺在我家地垫下，发黄的，有裂纹的蓝色弹珠。我蹲很久，腿麻，然后伸手捡起弹珠，玻璃冰凉，裂纹各手指，放茶几上，和手机并排。下午我去社区诊所，说我失眠、幻视、压力大。医生中年女人，戴眼镜，温和。她开助眠药，建议休假。有时她说，我们压抑太久的事，会以奇怪方式表现。我没说弹珠。回家路上，我去超市买新拖鞋，灰色，不是深蓝色。把旧拖鞋扔楼下垃圾桶，连同弹珠。新拖鞋舒服，鞋底更厚。放玄关，鞋尖朝外，地垫也扔，换新的，深棕色，无图案。那晚我吃药，睡很沉，无梦，没半夜醒。早上7点，闹钟响，我睁眼，躺床上，先没动，听房间声音，空调嗡嗡，窗外鸟叫，楼下汽车过，一切正常。我慢慢坐起，看卧室门外，客厅安静，晨光透窗帘缝隙照进。我下床，走向玄关，新拖鞋在那儿，灰色，鞋尖朝里，
鞋面上一个小手印，浅灰色，孩子手掌大小，指腹位置一点暗红。我原地站着看拖鞋，药效没全退，头有点晕，但我清楚看到手印，比昨天监控里更清晰，像刚印上去，边缘还有点湿润痕迹。我转身回卧室，拿手机开摄像头，走回玄关，对准拖鞋拍照。闪光灯亮，画面里拖鞋清晰可见，灰色绒布，鞋尖朝里，但照片上鞋面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又用肉眼看，手印还在，浅灰色，孩子手掌大小。我蹲下，伸手去摸，干燥，无湿痕。用指甲轻刮，绒布表面光滑，无污渍，但手印就在那儿，清晰刺眼。我站起，穿拖鞋，脚趾顶到鞋尖的感觉已习惯。那天我没请假，去上班。我需要正常生活，需要和人在一起，需要证明自己还没疯。办公室吵，电话响不停，同事讨论方案，键盘声像雨点。我坐工位，对电脑屏幕，却一字看不进。午休，林凯找我吃饭。你脸色差，他说。上次那事查到什么？没什么。我说。可能我记错，你不对劲。林凯盯我。沉默。我们认识10年了，你有事瞒我。我低头搅拌碗里面。我小时候有个朋友意外死了，然后呢？我觉得可能跟我有关。林凯沉默，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你想太多，小时候的事谁能说清？如果我做错事呢？我问。如果我不是无辜呢？那你现在能做什么？林凯说：20年了，什么都改变不了。他说的对，什么都改变不了。下午我提前下班回家，开门前门口站一会儿，听里面动静，一片寂静。我开门，开灯，玄关拖鞋，鞋尖朝外，灰色绒布上干干净净，无手印。我松口气，但当我走进客厅，看到茶几上有什么？一副象棋，木棋盘已开裂，棋子漆掉不少，棋盘上摆着残棋，红色帅被堵在角落，旁边摆一颗黑色卒。我认得这局棋。童年，我和吴昊下象棋，我总是赢，不是因为我厉害，是因为我耍赖。每次他要教我，我就说不算不算，把棋子挪回，或趁他不注意偷偷多走一步。他从不揭穿我，只是低头小声说好吧。有一次我终于把他将死，就是这步棋。帅被堵在角落，卒在旁边等着。他盯棋盘看很久，然后说我输了。声音平静，没不高兴，但我能看到他眼眶有点红。再来一局？我问。他摇头。不玩了，没意思，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下棋。现在这副象棋出现在我家茶几上，摆着那局一模一样残棋。我走过去，拿起那颗黑色卒，棋子背面黑色笔画着一个叉，吴昊的标记。红色棋子画圈，黑色画叉。我放下棋子，环顾客厅，窗户关着，门锁着，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样，除了这副突然出现的象棋。我没碰它，就让它摆茶几上。那晚
我没吃药。我坐沙发看那副象棋，客厅只开一盏落地灯，暖黄光晕笼罩茶几。我想起一些事。吴浩父母常加班，他总一个人待家里。我去找他玩，他每次都开心开门，眼睛亮亮。他家房间朝北，很暗，即使白天也要开灯。但我们在那房间待一整个下午，下棋、搭积木、看漫画。他话不多，但细心。记得我喜欢喝汽水，每次我去，他都从冰箱拿一瓶，虽然他自己不喝，因为他妈妈说对牙齿不好。有一次我感冒，没上学，下午他敲我家门，手里拿一盒感冒药，他说是他妈妈买的，但我知道是他用自己零花钱买。谢谢，我说。他摇头笑，快好起来，那种笑容干净的让人心疼。而我对他做了什么？我抢他弹珠，耍赖赢他棋，嘲笑他穿拖鞋样子，说他笨，说他怪。因为我知道他不会生气，不会还手，不会告诉任何人。我是他唯一朋友，也是欺负他最狠的人。最后那天下午，我偷他弹珠，骗他赛跑，看他穿拖鞋在雪地踉跄。我跑回家，关门，听见他在楼下喊我名字，我没出去。后来他摔倒时，在想什么？头撞茶几时，疼吗？血从脑后流出时，他还在等我出去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我藏抽屉里那2颗弹珠，后来不见了。我以为是我妈打扫时扔掉，但现在看来不是。我站起，走到玄关，灰色拖鞋安静在那儿。我蹲下，细看鞋面，手印不见了，但鞋尖依然朝里。吴浩，我对着空气说，你在吗？无回应，只有空调运转声。对不起，我说，真的对不起。沉默。你想要什么？我问。弹珠吗？象棋？还是……我的话停住，因为客厅灯闪了一下，很轻微，像电压不稳，但只闪一下就恢复。我走回客厅，看那副象棋，黑色卒还在红色帅旁边一动不动。我决定不逃了。接下来3天一切平静，拖鞋每天早上鞋尖朝里，但无手印。象棋还在茶几上，我没动。我正常上班、下班、吃饭、睡觉。我开始做一些事。我买一个小收纳盒，蓝色，把家里尖锐边角都贴防撞条，在玄关多放一双拖鞋，儿童尺寸，深蓝色，鞋尖朝外。每晚睡前，我在茶几上放一杯水，就在象棋旁边。早上起来，水有时少一点，有时不会。第4晚，我做梦，梦里我在那个朝北房间，淡黄墙纸，小花朵图案，木地板，光脚踩上很凉。吴浩坐我对面，穿深蓝色拖鞋，手里拿2颗弹珠。还给我，他说。什么？我问。我的弹珠。他说。你偷了我的弹珠。我没有。你有。他摊开手掌，掌心空空。你偷了，然后藏起来了。我还给你了。我说谎。没有。他说。你一直藏着。我醒了。凌晨3点，房间一片漆黑。
我坐起，开床头灯，暖黄光照亮卧室，一切正常。但我听见一点声音，很轻很慢的脚步声从客厅传来，撕拉撕拉，像穿拖鞋走路，但脚步拖沓，走得很慢。我下床，走到卧室门口，轻轻推开门。客厅里落地灯亮着，暖黄光晕笼罩沙发区域。沙发上没人，但茶几上那杯水在微微晃动，水面荡起一圈圈涟漪，像刚有人碰过。象棋盘上棋子移动了，黑色卒向前走一步，现在紧贴红色帅。我走过去看那局棋，帅已被将死，无路可走。我拿起红色帅，翻过来看背面，黑色圆圈已模糊，但还能看清。我输了，我轻声说。我把棋子放回棋盘，然后坐沙发，对着空荡荡客厅说话。弹珠我扔了，我说，那天从你家跑回去后，我就把弹珠藏抽屉了。后来搬家弄丢，我以为再也找不到，但那天地垫下发现一颗，我扔了，和旧拖鞋一起扔垃圾桶。我停顿，但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弹珠。沉默。你想要我记得，我说，我想要我记得我对你做了什么。落地灯光闪烁一下，我记得，我说，每一天都记得。我坐沙发直到天亮，晨光透窗帘照进时，茶几上水杯已空，象棋盘上棋子恢复原位置，帅在角落，走在旁边。我站起，洗漱，换衣，准备上班。走到玄关时，我停下，两双拖鞋并排放地垫上，我的灰色拖鞋和那双儿童尺寸深蓝色拖鞋，鞋尖都朝外，像一起准备出门的样子。我穿灰色拖鞋，开门，又回头看一眼，儿童拖鞋安静在那儿，深蓝色绒布在晨光中泛柔和光。1个月后，我搬家，新房子朝南，阳光好，客厅宽敞明亮。我把旧家具处理，买全新。玄关很大，我放一个实木鞋柜，上面摆一盆绿萝。搬家那天，我把那双儿童拖鞋和那副象棋装一个纸箱，准备一起带走。虽然不知为什么要带走，但觉得不能扔。搬家公司人来搬箱子时，其中一个年轻人拿起那个纸箱，掂掂，这箱子挺轻。他说，装什么？一些旧东西。我说，他搬走了。我跟车去新家，整理东西时，我打开那个纸箱，里面只有一副象棋，儿童拖鞋不见了。我检查所有箱子，所有角落，没有。那双深蓝色儿童拖鞋就这样消失，像从来没存在过。新家一切都好，我买一双新拖鞋，米白色，再也不是深蓝色或灰色。第1周相安无事。第2周，我开始注意一个细节，我放床头柜上的水杯，每天早上杯柄都转向左边，而我每晚睡前放杯子时，杯柄朝右。我试过用马克笔在杯底做记号。第2天早上，记号还在，但杯柄转了方向。我没换杯子，也没调整习惯，就让它转。第3周，我在沙发垫子下
发现一颗弹珠，蓝色的，发黄的，有裂纹的弹珠，和之前那颗一模一样。我捡起，放手心，玻璃冰凉，裂纹硌皮肤。我走到阳台，开窗户，准备扔出去，但在松手前一刹，我停住。我低头看那颗弹珠，阳光下，里面螺旋纹路隐约可见，蓝色已褪差不多，但还能看出曾经的漂亮。我没扔，我回客厅，把弹珠放进透明小玻璃瓶，摆书架上，和我的书、照片、其他小摆件放一起，像一件正常装饰品。昨晚我又做梦了，梦里我回老房子院子，夏天蝉鸣很响，阳光透槐树叶洒下，光斑在地上晃动。吴昊站树下，穿深蓝色拖鞋，手里拿另一颗弹珠，红色螺旋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他看我，没说话。我走过去，在他面前停下，另一颗在我这里。我说，他点头。你要拿回去吗？我问。他摇头。那你要什么？我问。他伸手，手掌向上，空空如也。然后他转身，朝院子另一头走去。穿拖鞋，走很慢，但脚步稳。只是看着他走远，消失在刺眼阳光里。今早我醒时，晨光已洒满卧室。我下床走到客厅，书架玻璃瓶里2颗弹珠静静躺平底，一颗蓝色，一颗红色，并排放一起，像它们本来就应该那样。我走到玄关，穿米白色拖鞋，鞋尖朝外。开门时，我回头看客厅，阳光很好，一切都干净明亮。但我知道，有些事一旦被记起，就永远不会真正离开。就像那颗蓝色弹珠，躺在玻璃瓶里，安静等着。等有一天，瓶子打开，